笑死人的恐怖片它又来了。今天向叔带来台湾民俗恐怖片《红衣小女孩》。该片根据同名都市传说魔神仔改编而来，超强的民俗气息，再加上诡谲离奇的剧情，一经上映就吓哭无数观众。据说在1998年，台湾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岛的灵异事件。一户人家在回看爬山录像时，意外发现有个陌生的红衣小女孩一直跟在队伍后面。女孩长得面容枯槁，眼眶深陷，看起来一副半人半鬼的模样。更离奇的是，直到今日都没人能查出女孩的身份，因此不少灵异专家都认为红衣女孩就是魔神仔的化身。深山里的老婆婆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结果刚回头就离奇失踪。几天后，好友淑芳看着林丽水的寻人启事，还盼望着她赶快回来跟自己一起跳广场舞。回到家后，淑芳就开始替孙子阿伟准备早餐，可阿伟因为担心上班迟到，连中午的便当都没带，就匆匆离开家。倍感无奈的老人只好独自在家收拾房屋。没成想这时他竟听到了林丽水的声音。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奶奶急忙回头，却连半个人影都没看到，以为好友在跟自己玩捉迷藏，于是她决定翻遍房屋的每个角落，是要把林丽水找出来。谁知下一秒，奶奶突然摔倒在地，她低头一看，竟发现家里的走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滩淤泥，紧接着一双小孩的手掌悄无声息地伸向她的后脑。与此同时，做房产销售的阿伟在帮客人介绍完新房后，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小女孩的笑声。他急忙回头看去，虽然连半个人影都没有看到，可他却发现奶奶做的便当竟莫名出现在桌子上，这让阿伟误以为是奶奶刚刚来过，于是便四处寻找她的身影，结果依旧没有找到。等到了下班后，他先骑着电动车去广播电台找女友怡君，带着她一起回到家里吃饭。两人一进屋就看到饭桌上都是奶奶煮好的饭菜，只是唯独不见奶奶的身影。可就在阿伟到处寻找奶奶时，老人家竟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还面无表情地说林丽水已经回家了，他要去看望老朋友。阿伟并没有察觉到奶奶的异样，还亲自把她送到门口。然而阿伟怎么也不会想到，从这晚开始，奶奶竟离奇失踪了，反倒是原本失踪多天的林丽水隔天早上就出现在小区楼下。当看到阿伟时，原本沉默不语的林丽水突然双手合十，不停地对他道歉，还说自己也是被骗了，希望阿伟千万不要挂他。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听得阿伟一头雾水，因此他并没有理会林丽水，而是直接来到公司。可刚坐下没一会，他就收到一份匿名包裹，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却是林丽水的相机。阿伟便随手将相机打开，看到的是奶奶和林丽水一行人挖出爬山的录像。可紧接着阿伟就惊恐地发现，有个长相恐怖的红衣小女孩一直跟在队伍后面，而其他人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女孩的存在。不过即便如此，阿伟还是决定在下班后将相机还给林丽水。由于他并不知道林丽水家的住址，便找来保安大爷昆博帮忙带路。可等两人来到林丽水家里时，里面却漆黑一片，看起来像是被人断电了。奎博见状便打算去开电源，阿伟则打开手机后置手电筒，试图在房屋内寻找林丽水的身影。然而当他路过厨房时，却无意中瞥见那个视频中的红衣小女孩此时正坐在椅子上，吓得他立刻仔细看向厨房，可女孩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因此阿伟只当是自己眼花，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厨房内突然传来刷盘子的声音，紧接着家里的播放机也开始自动播放起音乐。可闻声赶来的昆博却颤颤巍巍地告诉阿伟，他还没有打开电源，因此房间里根本不可能通电。果然，奎博话音刚落，他身后的房门瞬间自动关闭。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两人急忙朝外面跑去，结果刚到门口就被反锁在屋内。紧接着两人身后又传来女孩诡异的笑声，阿伟和奎博顿时被吓得冷汗直冒。万幸的是，正当他们不知所措时，房门突然自动打开，两人见状随即冲到院子里，但阿伟因为过于紧张，刚到外面就扶着墙狂吐不止。眼下奶奶和林丽水都不知所踪。隔天阿伟便和怡君再次找到昆博，恳请他帮忙调取监控视频。视频中显示，在奶奶失踪当天，他和往常一样出门，但很快阿伟就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像奶奶走路的方式。于是阿伟便请奎博帮忙调取其他路段的监控，最终发现奶奶是被一个红衣小女孩拖走的。随后他们又调取了林丽水家门口的监控，竟看到昨天晚上阿伟和奎博从林丽水家跑出来后，那个红衣小女孩又再次出现了。不过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女孩代表着什么。等到了隔天早上，阿伟看着空荡荡的饭桌，不禁回想起小时候自己和奶奶一起吃饭的场景。谁知就在这时，他身后突然传来奶奶的声音：何志伟。阿伟猛然回头，接着找遍房间的各个角落，结果并没有发现奶奶的身影。但很快他就如同奶奶那样，看到走廊里出现一滩淤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阿伟沿着淤泥的痕迹一路来到厨房，接着蹲下身小心查看。
阿伟猛然起身看向身后，但依然什么都没发现。可当他转过头时，赫然看到一个长发女孩正对在饭桌上盯着自己。阿伟顿时被笑得连连后退，不料这时一双儿童的手竟强行穿过他的皮肤，缓缓扣住他的眼睛。可下一秒，阿伟又猛然从梦中惊醒，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阿伟这才松了一口气。然而当他起床后，竟看到奶奶像往常一样在厨房做早餐。望着失而复返的奶奶，阿伟激动得说不出话。而奶奶一边安慰着孙子，一边让他晚上把怡君请到家里吃晚饭。因此在下班以后，阿伟便来到怡君上班的公司。可细心的怡君很快就察觉到阿伟浑身冒虚汗，似乎是在发高烧。于是怡君便决定先带他去医院。然而正当怡君挂号时，阿伟却独自来到放置婴儿的保卫室旁，还忍不住开口夸赞那些孩子长得非常可爱。随后便质问怡君为什么不愿意和他结婚，还不肯和他生孩子。事实上，怡君之所以拒绝阿伟，完全是因为他们目前的收入太低，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可阿伟根本不听解释，还赌气说自己不需要看病，随即就抛下怡君独自离开。看着阿伟离开的背影，怡君倍感无奈。而当他无意中看向保卫室时，却惊讶地发现里面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这不禁让他担心阿伟是不是精神出现了问题。于是他决定跟着男友一起回家。但就在怡君走进阿伟家里时，瞬间察觉到衣柜上似乎有人在盯着自己。可当他抬头看去，衣柜上却什么都没有。因此怡君只当自己产生了错觉，随后便来到厨房准备和奶奶打声招呼。没成想奶奶没有见到，反倒让他看见阿伟正坐在饭桌前，狼吞虎咽地吃着各式各样的蛆虫。如此诡异的一幕顿时把怡君吓得跑出房屋，接着便来到保安室，打算找亏伯帮忙将阿伟送到医院。可当他们赶回到阿伟家里时，却发现原本满是蛆虫的餐桌变得干净整洁，而阿伟竟从此下落不明。更离奇的是，就在阿伟失踪的第二天，警方居然在公路上找到了失踪多日的奶奶。怡君收到消息后，急忙赶到医院看望。没成想奶奶看到他后，就如同当初林丽水看到阿伟那样，直言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叫了阿伟的名字，我叫了阿伟的名字。奶奶激动之下突然呕吐不止。这时同样赶到医院的亏伯告诉怡君，阿伟一定是被魔神仔刮到山上去了。怡君原本不相信这类鬼神的说法，但奶奶的反常举动让他不得不承认，世上的确存在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因此怡君回到办公室后，就开始上网调查关于魔神仔的资料，得知魔神仔最擅长迷惑人的心智，当他喊你名字的时候，一旦答应就会变成他的傀儡，而想要破解就只能靠鞭炮或者其他具备爆破性的物品。等到第二天怡君去医院看望奶奶时，竟从医生口中得知奶奶的呕吐物中有一只名为红翼鬼脸天鹅的蛔虫。医生想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老人的腹中，只能提醒怡君别再让奶奶接触这类飞蛾。回到家后，怡君立刻上网查询这种飞蛾的信息，得知它们因背部图案酷似人脸，所以才被称为红翼鬼脸天鹅。同时怡君还发现爬山录像中那位红衣女孩的长相居然和鬼脸天鹅背上的图案一模一样。怡君虽然觉得奇怪，却也没有多想。谁知等到了半夜，办公桌上的电脑和相机竟同时播放起了视频。怡君被吵醒后，他本想起床去关电脑，结果却看到自己手上满是鲜血，顿时被吓了一跳。而当他掀开被子后，赫然发现自己下半身正源源不断的流出鲜血。与此同时，怡君还看到那个神秘的红衣女孩此刻正站在床前扭头盯着他，然后转眼间又消失不见。如此诡异的一幕让怡君顾不得去处理身上的鲜血，只能四处张望寻找女孩的下落，却不料对方早已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急忙掀开被子，见一切正常后，怡君这才确定刚刚只是一场噩梦，并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在临近下班之前，怡君在电台中说出了最近遇到的怪事，希望能借助听众们的力量，搜集到更多关于红衣鬼脸天鹅的资料。原本怡君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他还没走出办公室，就突然接到一个听众打来的电话，得知红衣鬼脸天鹅通常出没在万隆坑附近。怡君刚把地址记下来，随即又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被告知奶奶再次离家出走，现如今下落不明。怡君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赶到小区，并表示奶奶极有可能是前往了一个叫万隆坑的地方。于是警方隔天就带着搜救队前往万隆坑，而怡君自然也参加了这次搜救行动。可才刚进山里，怡君就听到了诡异的女孩笑声，沿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居然看到了陷入昏迷的奶奶。于是搜救队立刻赶过去将奶奶唤醒，并准备将她抬下山。不过奶奶在下山之前却一直劝说怡君要赶快离开，因为那个东西会把她抓走。但怡君此刻只想尽快找到阿伟，自然不会跟着奶奶
一起下山。结果他们直到深夜都没有找到阿伟的下落。搜救队见状，只好聚在一起吃晚餐。这时队长询问怡君，他是怎么知道阿伟是在这里失踪的？而当大家从怡君口中得知是一位名叫王天赐的退休向导打电话告诉他的后，顿时觉得不可思议。只因王天赐不仅是他们这行业的祖师爷，而且还是生活在100多年前的人，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怡君听到这话后，对感有些不安，甚至忍不住想起奶奶临走前说的话，并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把他引到这里的。就这样，怡君心系不宁地度过了一晚。隔天又继续跟着搜救队找人，在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队长决定将队伍分成3组，而怡君因为体力不支，一直跟在队伍后面。没成想，一转眼的功夫，眼前的队伍竟突然消失不见了，只剩下怡君一人在山里到处乱转，却始终没有找到同行的队伍。随着山里的雾气越来越大，怡君为防止迷路，便将洪水绑在树上，可直到夜里他都没能走出树林，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迷路了。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原地等候救援，因此怡君便坐下来吃饼干补充体力。谁知就在这时，一只鬼手突然抓向他的后背，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怡君意外弄丢了手电筒，他只好点燃手中的燃烧棒照明，结果竟看到眼前出现一只人脸大小的红衣鬼脸天鹅。随着鬼脸天鹅挣开双翅，无数只小天鹅瞬间朝他飞扑过来。见此情形，怡君立刻转身逃走，不料途中突然摔了一跤，紧接着他就听到有个陌生女孩在叫自己的名字，但怡君并没有答应，而是再次拿出一根燃烧棒，准备在亮光的掩护下逃离这里。哪知下一秒，他就看到一个被树木包裹的女人，随后他抬头向上看去，竟震惊地发现这里的每一棵树都包裹着一个人类，并且他们每个人都在小声的喃喃自语。怡君已然被吓得连连后退，但这时他突然感觉小腹一阵剧痛，掀开衣服一看，赫然发现自己不仅怀孕，而且马上就要生产了。而随着怡君不停的哀嚎，她很快就生出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然而更诡异的是，男孩不停的询问怡君为什么不要他，而怡君在听到这话后，竟忍不住流下眼泪，随即走过去抱住男孩。原来他多年前曾怀了一个孩子，但因为无法承担起这份责任，便选择了堕胎。只是怡君还没来得及从悲痛中走出来，转眼间就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紧接着，消失已久的阿伟也随之出现。怡君见状，紧忙抱住阿伟。而根据阿伟所说，此时两人已经正式同居，奶奶也被他送去养老院生活。没成想，怡君听到这话后，瞬间就意识到他现在正处于魔神仔布置的幻象中。只因凭他对阿伟的了解，对方绝不可能把奶奶送去养老院。想通这一点后，怡君立时感觉到口袋里多出几根燃烧棒。就在阿伟朝他扑过来的瞬间，怡君连忙点燃其中一根。下一秒，他果然再次回到树林中，只不过此时的怡君已然被魔神仔包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看到失踪已久的阿伟。虽然阿伟如今正被困在树里，但怡君还是将他救了下来。可此时的阿伟却一再坚持让他赶快离开，只因他就是魔神仔的下一个目标。偏偏怡君就是不肯放弃阿伟，结果两人中途意外摔倒，怡君紧忙看向阿伟，发现一个红衣女孩此刻正趴在他的身上，接着又幻化成魔神仔的模样爬到怡君身旁，并强行将他抱在怀里。怡君见无法挣脱对方的束缚，当即点燃最后一根燃烧棒，并狠狠插进魔神仔的眼睛里。对方发出一声哀嚎后，终于松开双手，紧接着又准备朝怡君发起攻击。好在这危急时刻，不远处突然亮起一枚燃烧弹，霎时间将整片树林照得宛如白昼，10几个魔神仔瞬间化为灰烬。最终怡君和阿伟两人双双被搜救队救下来。经过这次的生离死别，他们终于决定结婚，并很快就有了身孕。而怡君也决定不再堕胎，但她不知道的是，肚中胎儿的脸居然长得和鬼脸天鹅一样，也就是说，此刻的怡君依然活在魔神仔所制造的幻觉中。而后续的故事将会在第2部中为大家揭晓。《红衣小女孩》这部电影明显是想借助台湾民间传说魔神仔来隐喻都市青年在面对生活困境时产生的种种心魔，但让人略感遗憾的是，对于如何破解心魔，电影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或许是因为这个答案只能靠观众自己在生活中去寻找和感悟。